别动！那是名下留下的东西，别动啊！禽兽人，你还想拿一个死人来压我吗？这打米场是我的，当年老族长给我和修远的安身之所，你们赶我出去，我住哪儿？有房契吗？有过户手续吗？没有手续，那就是存集体的。你别挡大家发财啊！就是成远集团要投20亿，打米场这块地是集体资产。今天你必须从打米场滚出去，否则我就让人把这里推平。什么？推平？对，成远集团的钱马上就到，你这破打米场挡在这里碍眼，影响全村发展。这是名下用命换来的安身之所。打了一个外星人，装什么可怜？他不搬，我们的钱就少了。我不搬，我死也不搬。不识抬举。好，你不搬就让人帮你搬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架出去，东西全扔了。这是我家。走快点，别在这碍眼。住手！刚才是谁推的我爸？是我，怎么了？修远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就是顾明霞和秦守婚那个没出息儿子吗？顾德昌，刚刚你是怎么欺负我爸的？我全看到了。爸，没事吧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是你长辈。你带人砸我家，打我爸，还要我跟你讲态度？哼，你家顾修远，你在外面待久了傻了吧？连规矩都忘了。这打米场是顾家村集体资产，不是你秦家的。你爸住了20年，已经是顾家村人义。仁义？这就是你们口中的仁义？我现在回来了，这打米场他就姓顾了，不服的你们可以试试。3天后，中秋宴成远集团会派人过来接管，到时候看你怎么收场。你们知道成远集团为什么要投顾家村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都散了吧，他蹦跶不了几天了。修远，你不该回来。妈去世这么多年，还没等到一个公道，我怎么能不回来？爸，这是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你妈以前留的针线和旧票据。明霞，别去了！你妈救了那么多人，可后来没人替她说一句话。火灾报告写的是意外，他们都这么说，说是老宅线路就起了火。可那天，我闻到了煤油味儿。我跟人说过，可没人听。他们说我受了刺激，说我想讹村里。后来你外公一病没了，顾德昌就开始接手族里事儿。你妈名下的祖宅，说是烧毁后要归族里重修，他的田说是暂时统一耕种。老族长看我可怜，才当众说把这间废弃打米厂给我住，可只是口头说的，没办手续，我没用，守不住你妈的东西，也护不住你。爸，你不是没用，是他们欺人太甚。别查了，修远，你现在回来，他们不会放过你。爸，当年祠堂后门是不是打不开？你怎么知道？春堂，不是我为难你，中秋大宴有贵客要来，你们母子就别进去了。我也是顾家人，小满也姓顾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进去？族里有族里的讲究，他男人没了，还非要来祠堂凑热闹。妈妈，我是不是不能拜祖宗？不是，小满当然能拜。行了，孩子不懂事，你别也不懂事。族长说了，中秋宴你们母子不要出现，免得冲了大喜事。什么大喜事？不就是投资商要来吗？难道因为我一个女人带孩子，就会把投资吓跑？春堂，说话要注意分寸。祠堂门口不让顾家人进。你又是谁？他就是顾明霞的儿子，昨天刚回来。哦，秦守仁那个儿子，这是族里的规矩。你一个多年不回村的人，少插嘴。族谱上有顾春堂和顾小满的名字吗？有，小满出生满月那天，我丈夫亲自带他入的族谱。既然族谱有名，祠堂凭什么来？这话也没错。你别在这挑事儿，族长有安排，中秋宴当天会正式处理春房母子的族籍问题。处理什么？顾德昌要把他们逐出族谱。他们要把我们赶出去吗？中秋宴那天，我会带他们母子进祠堂。你带？
你凭什么带？就凭顾家村马上要来的投资，跟我有关。行啊，那中秋宴你可一定要来，到时候组长面前，看你还能不能这么硬气。秋远，别为了我们惹了麻烦。不是为了惹麻烦，是为了把这些麻烦一次清干净。组长，这小子回来后不安分。中秋宴上，让他和秦守仁一起滚。中秋宴那天，投资商来，场面要稳。组长放心，红灯笼都挂好了，席面也按最高标准办。听说这次投资不是几百万，是10亿级别，所以更不能让祠堂宴出岔子。第一件事，顾春堂母子，村里老人早有意见，说他们母子不适合出现在宴席上。中秋当天，当众把他们从族谱里划掉，没人敢反对。第二件事，达米厂秦守明住那里20年的事儿，火灾那事儿都过去20年了。世上最麻烦的不是证据，是活人的嘴。那顾修远呢？他要是真有本事，就不会一个人灰溜溜回来。明天派人去达米厂外盯着，看秦守民有没有见什么外人。明白。修远，你这些年到底在外面做什么？做生意。爸知道你不容易，可顾德常在村里根深蒂固，不是你有几个钱就能碰的。如果是20亿呢？什么？爸，中秋宴那天，无论他们说什么，你都别再低头。我怕连累你。这一次是他们怕。这里不让闲人进，你干什么的？顾家人来看看旧宅。这里现在是合作社仓库，组长家的产业。组长家的产业，不是说这里是村集体重修？我说错了，反正你不能进。文海爷爷，你是顾明霞的儿子顾修远。你回来了。这是我爸留下的，后门锁扣被人撬过。你妈，她是好人。组长，顾修远去老宅那边见了顾文海。这个顾文海果然留不得嘴。秦守仁接请匹了。组长仁厚，中秋大宴没忘了你，明天你和顾修远都得去。明天几点？5时开席。我会准时到。听说那位老板年轻得很，有钱人都讲排场，咱们村这次真要发达了。贵宾车到哪儿了？镇里说成远集团的人已经出发，不过董事长身份神秘，未必亲自来，来的可能是项目代表。代表也行，只要项目在我手里。他们还真敢来，今天有好戏看了。顾春堂也来了，组长不是不让他进吗？谁让你们母子来的？我带来的。今天是宗族大宴，不是你逞能的地方。宗族大宴，顾家人不能进。既然来了，就坐吧。今天正好有些事要当众说清楚。坐。那是给外资亲戚备的。他不是外人。各位宗亲，今天中秋团圆，又有大投资即将落地咱们顾家村，是双喜临门。但一个村要发展，先要正风气、明规矩，规矩乱了，人心就散了。第一件事，关于顾春堂母子是否继续留在族谱。春堂这些年不容易，族里也照顾过，但祠堂祖规向来讲究清静安稳。今日贵客而至，我们不能因各个人影响全村大事。我没有做错什么，我丈夫走了，不是我的错，小满更没有错。春堂，不要在祖宗面前失态。一个女人守着孩子过日子是错。顾修远，你多年不回村，不懂族里规矩。规矩是保护人的，还是用来欺负人？年轻人在祠堂说话要知道轻重。你们今天要从族谱划掉的，是一个无辜母亲和一个孩子，这叫仁义。那就让全族表决，同意顾春堂母子暂离族谱的举手。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全族的意思。很好。你做什么？保存证据。你录什么？这是族内事务。涉及公开歧视、侵犯族人合法权益，就不只是族内事务。少拿外面的事情吓人。顾家村有顾家村的规矩。难道顾家村在法律之外？今天贵客要来，我不与你争。顾春堂的事先记下，是立刻停止。你命令我。我提醒你，顾修远，你算什么身份？这里轮不到你说了算。那谁说了算？一个族长，几个管事，还是这些为了分项目好处就举手的人？够了！顾修远，
你今天处处挑衅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。你无非是想替秦守仁保住达米厂。正好，第二件事儿，当着全族人说清楚。根据村集体资产登记，达米厂至今属于顾家村集体所有。当年老族长只是看秦守林无处可去，暂借他居住。现在村里发展需要收回资产，合情合理。秦守林，你住了20年，没收你租金已经是族里照顾，现在让你搬，你没资格赖着。我宣布，中秋之后3日内，秦守仁必须搬出达米厂，若不配合，族里将统一清退。签字吧。修远，爸，别签。你想抗拒集体决定？这份通知无效。你说无效就无效？达米厂是集体资产没错，但20年前老族长当众将使用权赠与秦守仁一家，作为顾明霞舍身救火的补偿。这件事在场很多老人都听见过。口头话不能当产权。当然，所以我今天要问的是，当年顾明霞名下祖宅、良田、林地，又是凭什么从她丈夫和儿子手里转到了你顾德昌相关亲属名下？什么祖宅良田？不是说火灾后归族里重修吗？顾修远，你不要混淆视听。这是20年前顾明霞名下的土地登记，这是17年前、15年前、12年前的变更记录。从顾明霞到顾氏合作社，再到顾德昌侄子名下的农产公司。在祠堂抢证据，你觉得你抢得过我吗？这些资料来源不明，不能作数。来源不明？各位领导，各位贵客，欢迎来到顾家村。顾董，资料原件和公证材料已经带到。你这孩子，既然是大老板，怎么不早说？这不是闹误会了吗？早说就看不见今天这场戏了。成远集团拟对顾家村及周边片区进行20亿乡村全域投资，涵盖农产加工、文旅开发、基础设施改造、教育帮扶等项目。好事，好事啊！修远，你是顾家村出去的人，如今回乡投资，这是光宗耀祖。来，坐主桌，咱们慢慢谈。投资不是来给族长谈私利的。成远集团投资的前提是村级管理公开透明，项目资源公平分配，合法合规，尊重每一位村民权益，而不是在祠堂里用所谓族规欺负孤儿寡母。小满，去给你爸爸上香。从今天开始，任何人不得以封建说法排挤顾春桑母子。成远集团教育帮扶基金第一批资助名单会有顾小满。不，修远，我不能。这不是施舍，是补偿，补偿这些年村里欠你们母子的公平。修远说的对，春堂啊，刚才只是讨论，没有定论。既然修远重视，那你们母子当然还是顾家人。所以族谱的事不划了。不划。刚才举手的人呢？每个人向顾春堂母子道歉。顾修远，你别太过分！顾董，若顾家村宗族管理存在公开歧视行为，成远集团有权暂停全部投资考察。不能暂停啊！我家还等着进加工厂打工呢。刚才是顾满仓让举手的，不关我们事儿啊！春堂，刚才是我糊涂，对不住。春堂，我也对不住你，对不住，春堂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妈，我们能留下了吗？能。第一件事结束，现在说第二件。我父亲秦守仁不搬。顾修远，你以为你有钱就能凌驾全村？我没想凌驾全村，我是来清算你。顾修远，达米厂属于集体资产，这是登记在册的。你父亲住了20年，村里没有追究，已经很宽容。那我也问一句，顾明霞救下的那7个人，现在有几个在场？当年祠堂老宅起火，我母亲顾明霞先后3次冲进火场，救出7名被困松亲。你们活下来了，他死了。老族长当年在全村面前说，将废弃达米厂交给秦守仁一家居住安身，作为对顾明霞舍身救人的补偿。虽然没有完成产权手续，
但20年来，秦守仁维护、修缮、缴纳相关费用，从未有人提出异议。直到你听说成远集团要投20亿，你突然想起它是集体资产。哼，村里发展需要，清理资产有什么问题？问题是，你清理的只有我父亲这一处。周玉，顾家村近20年被个人长期占用的集体房屋共12处，其中9处与顾德昌亲属有关。祠堂西仓库实际使用人顾有才，旧晒谷场实际使用人顾三庆，村口鱼塘管理房实际使用人顾满仓。以上均无公开竞价，无租赁合同，无租金入账。那是组长安排我看管，我只是临时放点东西。这些你不收，偏偏收我爸住的达米厂。你告诉我，这是维护集体资产，还是公报私仇？那些资产之后也会清理。20年没清理，今天被我点出来，才想清理。原来他们也占着集体地方，还让秦守仁搬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组长家拿的更多吧？爸，告诉他们，这20年达米厂是谁修的？屋顶是我补的，墙塌过2次，也是我自己一点点砌回去的。村里说没钱管，我就自己管。雨季漏水我自己接，冬天门坏我自己盯。我没想占村里便宜，我只是想守着明霞留下的地方，守着他最后一点念想。说的再可怜，也改变不了产权事实。产权事实，这是成远集团法务团队根据当年公开见证，整理权益确认申请材料。今日镇相关工作人员在场，达米厂的事先按程序查清楚。查清楚之前，谁也不能赶秦守荣走。确实如此，强行清退不合规。至于顾明霞名下被转走的祖宅、田地、林地，我也已提交全属复核申请。顾修远，你今天是回来报复全村的吗？不是全村，是每一个欠债不还的人。组长，顾文海不见了。找顾文海。文海，你身体不好，谁让你来的？20年前那场火，我该说实话了。顾文海，你想清楚再说。你怕他说错，还是怕他说真？我只是担心他年纪大，记忆混乱。我再糊涂，也不会忘了那天晚上。这串钥匙是祠堂老宅的旧钥匙，以前一直是我保管。火灾那天下午找到我，说晚上要清点祭器，我当时没多想，就给了他。胡说，我没有。你有，我以前看门有记账习惯，谁借记歇掉，8月14什么时候还，后门钥匙我都记着。一个破本子，谁知道是不是后来写的？那就提交警方鉴定。我们请专业机构查过了，这本记录的纸和墨年代跟20年前对得上。那天晚上起火，我赶到祠堂的时候，前门已经烧得进不去了。我想从后门救人，可后门从外面被反锁了，我开不了，钥匙不在我手上。这是后门残件，经检测，锁扣外侧有明显撬压和2次锁死痕迹，不符合普通火灾变形。检测报告在此，各位可以传阅。我记得我当时在里面拍后门，门打不开，我一直以为是火烧变形了。明霞最后一次进去，就是想从后门带人出来，要是后门没锁，她也许能出来。所以明霞不是被火困住的，是被门困住的。没有证据证明是我锁的。别急。那天我记得顾德昌买了2桶煤油，说祠堂老宅要除虫防潮，他还买了一把大挂锁。火灾前3天买煤油，火灾当天拿走后门钥匙，起火后后门被外锁，你还要说这是巧合？这是栽赃，是你为了夺回财产故意编的。我母亲的命，不是你一句栽赃就能糊弄过去。你为什么要害明霞？他救了那么多人，他有什么对不起你？秦守仁，你放手！你敢对组长动手？我守着他的遗像20年，天天告诉自己是天灾，原来不是天灾，是人心坏了。就算火灾有疑点，也不能证明我谋害顾明觉。那我来证明，那天晚上我被困在里屋，我看到火是从号外烧起来的，不是从屋里烧的，我还闻到很重的煤油味儿。明霞婶子第1次冲进来，把最小的孩子抱出去；第2次，她回来救老人；第3次，
他拉着我往后门跑，后门打不开，他让我蹲下，用湿布捂住口鼻，然后拿凳子砸门，门外有铁链绳，怎么砸都不开。他把我推到窗边，让外面人接我出去。我被救出去时，回头看见他还在火里。哈哈哈！一个10岁孩子的记忆，一张模糊照片就想定我的罪，顾修远，你太天真了。当然不止。录音准备完毕。禽兽人只要还在村里就不算完，达米厂必须收回来。顾文海那张嘴，让他闭嘴。20年前没人敢说，20年后一样没人敢说。这段录音能证明你一直清楚20年前火灾另有隐情，也能证明你企图干扰证人作证。录音也可能伪造，所以治安官会鉴定。我今天不是在这里替法院宣判你，我是让全村人看清，你坐在组长位置上20年，靠的不是德行，是谎言和恐惧。你们别被他骗了。他今天就是回来抢项目、抢土地、抢顾家村的。你们别忘了，这些年是谁带着你们修路、分红、办宴席？没有我，顾家村能有今天？德成，明霞救过我的命。如果火真是你放的，你就不配坐在这个位置。火灾的事，治安官会查，但在治安官带你走之前，还有另一笔账。东坡那块地不是说租给合作社种果树吗？怎么给了开发公司？组长，当年你说收益低，是因为前期投入大，钱呢？2800万去了哪里？都用于村里建设了。经初步核对，至少1700万资金未进入村集体账户，而是通过关联公司转移。我们的地钱被拿走了，怪不得这些年分红那么少。顾德昌，你解释！闭嘴！这些是公司正常往来，你们懂什么？那西塘渔场呢？西塘渔场承包费，村账入账每年3万。实际对外转包合同每年30万，中间差额进入顾满仓7地账户。我不知道，组长让我管，我只是照办。你胡说什么？旧晒谷场那件事是组长说先借我放设备，东坡合同我只负责盖章，钱我没拿多少。你为了今天准备很久了吧？20年，你以为我离开顾家村是逃了？其实从我离开的那一天开始，我就在等回来。我记得我妈死在火里的样子，记得我爸被你们按着低头的样子。我今天不是突然有钱了回来耀武扬威，我是把20年的证据一页一页攒到了今天。顾修远，就算这些账有问题，也轮不到你管。你不是村干部，不是司法机关，所以我请了他们来。顾德昌，我们接到实名举报和相关证据材料，请你配合调查。你以为我完了，顾家村就是你的了？你们以为自己干净？当年那场火，顾明霞冲进去的时候，你们都在外面看着。你们谁没有听见亲手人喊救人？谁没有看见顾明霞被困？你们敢说自己无辜？哈哈，顾修远，你要清算我，那你也清算他们啊！他们才是害死你妈的人！今天这场宴席，不只是清算你，也是清算所有沉默和包庇。那天火场外是什么样？很多人，祠堂外站满了人，有人喊救命，有人哭，有人劝明霞婶子别进去。可真正冲进去的人，只有他。我想冲后门，可门锁了，我年纪大，砸不开。后来我也怕了。我被明霞背出来时，她肩膀都烧伤了。她把我放下，又冲进去救孩子。我当时明明还能喊人帮她，可我吓傻了。我这条命是她拿命换的，可我把这件事藏在心里整整20年，一直不敢说。我母亲顾明霞不是因为愚蠢才冲进火场，她知道危险，她也怕，可她还是奋不顾身地进去了。她救的是顾家村的人，可她死后，你们给她的是什么？祖产被夺，丈夫被欺，儿子离乡，被救下的人沉默，旁观的人沉默，知情的人沉默。你们把她叫成好人，却让害她的人坐上组长的位置。孩子，原来你一个人扛了这么久，爸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不要求你们现在表演愧疚，愧疚没有用。我要你们记住，从今天起，顾家村不能再任何人借族规欺负弱者，不能再有人用沉默包庇恶行，不能再让一个挺身而出的人死后还被亏待。成远集团投资附加条件之一，顾家村必须废除所有带有封建排斥和宗族性质的规矩，建立公开透明的村务监督机制，所有集体资产重新登记，所有村集体收益公开审计，所有涉及顾德昌及其亲属的合同暂停执行。接受调查。你凭什么决定顾家村的未来？凭我带来的是发展，不是掠夺。凭我投的钱不会进你一个人的口袋。凭我母亲用命救过这个村，而你用火烧了她的良心。放开我！我是组长，我是顾家村的组长。从现在起，不是了。顾修远，你妈都去世20年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这样做还有什么意义？怎么没有意义？做错了事的人就该付出代价。顾总，顾
顾德昌家里搜出一批旧档案，其中有顾明霞名下祖宅转让的伪造签名材料。爸，妈的家可以要回来了。顾修远，小心！你毁了我！是你自己点了那把火，现在火烧回你身上了。顾董，恒茂开发的代表就在村外车上，刚才准备离开，被镇上工作人员拦住了。顾董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我们公司只是正常投资顾家村土地项目，具体项目我们不清楚。东坡土地20年使用权，你们用2800万拿下，村民只收到不到1/3补偿，你们不清楚？那是顾家村内部收益分配问题。恒茂开发向顾德昌亲属公司支付咨询协调费、土地服务费共计860万。商业合作合法合规。你们不是来发展农业，你们是想低价吞地，等政策和交通起来后高价开发。我可不知道，这都是他们公司的计划。顾德昌，话不能乱说，是你主动找我们，说顾家村你能一手做主，只要给足好处，村民不会知道真实价格。你胡说！顾德昌，你把我们的地当什么了？你每年让我们签字说是续农业合作，原来是给开发公司铺路。你还说成远集团投资要告你谈，原来你早想把村卖了。你们懂什么？不把地整合起来，哪里来的大项目？整合不等于欺瞒，发展不等于侵吞。恒茂的开发涉及多项违法违规的事项，所有材料已经同步移交监管部门。你现在可以继续说误会，也可以留给调查组说。我们将对相关合同和资金进行全面调查。秦爷爷，给你吃。我妈妈说，今天是顾叔叔帮我们留下来的，以后我也要像顾叔叔一样保护妈妈。好孩子，不必谢我。以前我以为顾家村的规矩就是天，今天才知道，这天也不是他们说了算。明霞婶子，我欠您一炷香。道歉不能让母亲回来，但至少从今天开始，顾明霞这个名字不再只是一个被曹操写进火灾证明里的人，她是救过全村的人，她的善终于被摆回了光里。顾董，成远集团还会投顾家村吗？会，但不会按原来那套投。第一，村集体资产重新登记，所有房屋、鱼塘、仓库、晒谷场、土地流转合同全部公开。第二，成立村民监督小组，成员由村民投票产生，女性、外来入赘家庭、单亲家庭代表都必须有席位。第三，废说以婚丧、性别、身份为由排斥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旧规矩。第四，所有投资项目收益进入公开账户，每季度公示。第五，成远集团设立法律和教育帮扶专项基金，优先帮助被过去村规伤害过的人。顾董，这些规矩听着好，可我们村一直都是顾家宗亲说了算，现在突然改，会不会乱？过去不乱吗？过去乱，但是所有人都不敢说乱。顾德昌能当组长20年，不是因为他有多强，是因为你们把权力交给他。以后顾家村不需要一个满嘴谎话的组长，需要的是人人能说话，事事有规则。那以后祠堂祭祖，我们女人能进正堂吗？能。像春山这样的家庭，以后孩子入学、分红、上族谱，会不会被卡？村级权益不得因家庭状况被剥夺，若再发生类似排斥行为，可以直接举报。妈，以后我能在祠堂给爸爸点香了吗？能。如果他还在，应该会笑吧。打米厂可以改成村主管和小型粮食加工体验点。东坡地不能再卖给开发商了，我们要发展真正的绿色农业。应该给明霞婶子立个纪念碑，让孩子们知道什么叫挺身而出。打米厂我想留一半，一半留给我住，等我不住了就交给村里，可以配合成远集团改造。爸，你确定？你妈也不希望我们恨这个村一辈子，这样村里的人都会记住他的。好，顾先生，县里决定正式重启20年前祠堂火灾调查，同时顾明霞见义勇为认定程序已启动。20年下终于不再只是意外，是终于要被正式证明了。经初步复核，20年前顾家村祠堂老宅火灾存在人为重大嫌疑，原火灾结论涉嫌被人为修改，相关责任人已接受调查。顾明霞同志在火灾中3次进入现场，先后救出被困群众7人，最终不幸牺牲，其行为符合见义勇为认定条件，现启动追奔程序，并向其家属致以诚挚慰问。20年了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，你听见了吗？他们叫你了，叫你的名字了。相关人员名下祖宅、田地、林地转让材料存在伪造签名重大嫌疑，相关资产将依法冻结，待司法程序后返还合法继承人。听到了吗？如果没有明霞婶子，我活不到今天。过去20年，我因为害怕没有站出来，我不为自己辩解。从今天起，我会每年带家人回来给她上香，也会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孩子。明霞救我的时候，我已经60多岁，她比我年轻，却把生路给了我。明霞是我妻子，她脾气好，但不是没脾气；她心软，但不是软弱。她当年冲进火里，不是为了让你们愧疚，也不是为了让顾家村欠她什么，她只是看见有人受伤就去救。我现在还是冤，但我也知道，
明霞不会希望我把余生都耗在院里，以后谁家有难，不要再站在旁边看了。妈妈，明霞奶奶是不是很厉害？是，她是很厉害的。顾董，顾德昌初步供认部分土地侵占问题，但仍不承认。证据会让他承认。还有，顾德昌家属提出想见秦叔，求谅解。我不见。明霞不能替自己说谅解，我也不会替她说。好，那不见。我家东坡2亩地，原来流转价这么高，这些年我们拿的连零头都不到。顾德昌真是把我们当傻子。不是他把我们当傻子，是我们以前不敢问。小时候我在这里躲过雨，挨过饿，也在这里抱着我爸哭到睡着。我恨过这地方，因为它代表我们被赶到角落里的日子。可现在我才明白，我爸守的不是房子，是我妈最后一点痕迹。顾董，我们保留了原有梁状和米基，前半区改成顾明霞纪念室及村史展示，后半区保留居住功能，旁边扩建一个小型稻米体验工坊，带动文旅。这台老米机能不拆吗？能，不拆，我们会修复。爸，以后没人会再来赶你。经村民投票，顾春堂同志当选村民监督小组成员。我没读过多少书，怕做不好。会有人教。监督小组需要的不是会说漂亮话的人，是敢说真话的人。那我试试。妈妈成代表了。凭什么以前占用基地仓库的人要退出来？我家放农机放了10几年，鱼塘承包费要重新竞价，那我们之前投入的钱怎么办？顾董，我们知道顾德昌不对，可村里这么多年都是这样过来的，你现在全改，大家不适应。你占着集体仓库时，别人适应吗？我那是所有历史占用问题按实际情况分类处理，合法投入可评估补偿，不合法占用必须退出，谁也不例外。那顾春堂进监督小组，他能懂什么？他至少懂被不公平对待是什么滋味。20亿不是奖赏，是重建机会。想继续占便宜的，现在可以退出。顾董，法院那边来消息了，对他的祖宅和田地可以先行返还使用权。告诉我爸，秦叔知道肯定会很高兴的。我早就盯上顾明霞的祖产了，他爹在的时候我不敢动，后来老族长病重，他那人亲手又是入赘的，老实巴交，我就起了心思。可那天晚上祠堂里聚了老人和孩子，顾明霞一趟一趟往里冲，后门又被我叫顾满林锁死了，他出不来，我就站在人群里当什么都没看见。爸，顾德昌认了。他终于认了。我以前每天都想，如果那天我冲进去，会不会把明霞带出来？爸，那不是你的错。这20年我一直怪自己没用，可今天我才明白，真正该怪的是放火的人，是锁门的人，是说谎的人。对，修远，爸想去看看祖宅。现在？那里以前有棵枣树，你小时候贪吃，从树上摔下来，你妈又心疼又气，抱着你哭。等手续办完，咱们把枣树再种回来吧。好。秦叔，这里要不要刷成新墙？留一面旧墙吧，这不是好看的东西，但得留着，让后人知道日子不是一直这么亮堂的。春堂，你现在说话挺硬啊，都是乡里乡亲，差不多就行。以前就是因为总说差不多，才差了20年。你以后能带我们去纪念室看看吗？能，那是修宇叔叔和秦爷爷修的。明霞，今天很多人来看你。妈，我们回家了。以后它会长起来。会的。秦爷爷他什么时候结果？要几年？要几年啊？好东西都要慢慢长。顾董，1期投资方案已经按新村务机制完成公示，村民代表全票通过。爸，这个名字你来签见证人。我不行，我哪懂这些？你守了顾家村最难的20年，现在新开始，你有资格见证。他不是天生不怕火，他是看见里面有人，觉得自己不能不去。秦叔，您恨过这个村吗？恨过，但人不能只靠恨火。现在村里变好了，顾德昌这些人都进去，田、老宅都回来了。我和爸商量，把大部分地拿出来跟村里合作，祖宅只留1间小院，够住就行。春堂现在是监督小组的组长了，看不懂的就学，不明白的就问。以前在背后说他的人，现在见了都喊一声春堂姐。小满也找高了。他在作文里写，想做一个敢开口的人，因为沉默有时候也会伤人。老师把这篇作文贴在了教室后墙最中间。今年的中秋宴没有主桌，没有组长，没有按辈分排的座次，所有人坐在一起吃饭，终于像一家人了。明霞，今年中秋大家都来了，修远，你还走吗？会走。
也会回来就好。全体村民请面向纪念室方向，默哀1分钟。修远，带你爸推远点。秦爷爷、修远叔叔，这里有位置。妈，公道回来了，家也回来了。